大家好，今日會以 JavaScript 介紹 function。所謂 function 其實就一堆指令，通常咧係一啲會重複執行嘅指令嚟嘅。例如打機開一個 function，當中嘅指令咧就包括打開電腦、加入遊戲、控制滑鼠、射殺敵人，不斷重複3000次，直到輸為止。睇完咁生動嘅示範之後，相信大家已經知道 function 嘅定義。咁呢條片咧就會介紹下點樣編寫 function， 介紹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pattern， 最後咧就會講下咩 recursion 嘅。今次影片嘅 codebase 同樣已經 upload 到 GitHub 上面。GitHub 係一個用嚟存放 codebase 嘅網站，以後我會詳細介紹點樣使用噶啦。依家你只要知道上到 description 上面嘅 link 就可以 copy and paste 今日用過嘅 codebase 啦。首先要介紹嘅係 function 同埋 arrow function。function 呢個字咧就同 const 同埋 let 一樣，屬於 JavaScript 入邊一個 keyword 嚟嘅。呢度咧我哋就使用咗 function 呢個 keyword 嚟定義咗 getSum 呢個 function。咁首先執行一次咧就會見到1加2係等於3。咁由呢度我哋慢慢拆解一下 function 嘅結構啦。首先第4行咧係 getSum 嘅 declaration。getSum 咧接受兩個 parameter， 分別係 A 同埋 B。咁喺 function 入邊咧執行咗 sum 等於 A 加 B， 呢個咧就係 function body。function 入邊最後使用咗 return 呢個 keyword 返回咗 sum 嘅值。因此咧喺第9行、第10行同埋第12行getSum 被 call 嘅時候咧 ，result 嘅值就等於 sum 啦。JavaScript 入邊除咗使用 function keyword 嚟定義一個函式之外，另一種寫法咧就叫做 arrow function。以下 getArrowSum 使用咗 arrow function 嘅 syntax。佢被稱之為 arrow function 嘅原因咧，就係喺 declaration 嘅時候 syntax 入邊有一個箭嘴。咁以 arrow function 定義嘅同埋以 function keyword 定義嘅 function 咧，其實咧係有少少分別，但係呢度咧就唔多解釋啦。總之咧 arrow function 嘅 syntax 咧就係被推薦嘅，往後都可以使用佢。總結一下，咁記住寫 function 嘅最主要目的咧就係將重複使用嘅程序咧集合並且簡化。另外咧編寫程式嘅時候，記住使用 arrow function 嘅 syntax 啦。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喺 coding 嘅時候係一個好重要嘅理論嚟嘅。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所指咧就係無論你喺任何時候 call 佢，只要給予同樣嘅 parameter 咧，都會返回一樣嘅結果。用中文講就係要始終如一，冇一時一樣，打到昨日的我。頭先 getSum 嘅 function 入邊，我哋喺第一次同埋第三次 call 佢嘅時候，俾咗同樣嘅 parameter 1同埋2佢。而佢返回嘅值咧都係3，所以咧佢係符合 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嘅原則嘅。而以下 getCounter 嘅例子咧，佢依賴一個喺 function 以外定義嘅 variable counter。每 call getCounter 一次咧 ，counter 嘅 value 就會被 increment 一次，所以喺第一次 call getCounter 嘅時候佢返回1，但係第二次 call 嘅時候咧就返回2喎，就係因為咁。getCounter 咧就唔符合 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啦。咁若果要符合 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而達到 getCounter 嘅功能咧，可以用以下嘅方式。更改之後 getIncrementCounter 接受一個 counter 嘅 parameter， 並且返回 counter 加1。相對於由 function incrementCounter，getIncrementCounter 咧就只係返回 counter 嘅新 value， 並且依賴使用者儲存 counter 嘅值。咁 functional design pattern 咧就比前一種好啦，所以以後 coding 嘅時候記得要跟隨啦。編程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就係 divide and conquer， 即係將一啲好大嘅問題拆為好多個小問題，透過解決小問題，最終解決最大嘅問題。咁喺 coding 嘅時候 recursion 就係一個典型嘅 divide and conquer 嘅例子。日常生活中咧，我哋有時都用到呢個策略嘅喎，例如有一日你突然想買一架林寶堅尼，就咁睇落去咧係冇可能做到嘅。但係只要將問題拆細，將大問題化為小問題，終有一日咧，你靠住月薪8000蚊咧都可以做到㗎。咁我哋翻嚟 coding 啦。
今次為咗示範如何使用 recursion 呢，我哋會嘗試 implement factorial。咁 factorial 係一個數學嘅問題啦。n 嘅 factorial 等於 n 乘以 n 減一、n 減二，如此類推直到一。換句話說咧 n 嘅 factorial 咧其實等於 n 乘以 n 減一嘅 factorial。咁以下就係 factorial 呢個 function 嘅定義啦。咁佢個 body 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退出條件，第二部分咧就係 recursion， 第三部分咧就係進行運算。咁根據 factorial 嘅定義咧，一嘅 factorial 等於一，所以呢一個 function 嘅退出條件咧就係當 n 細過或者等於一嘅時候咧就直接返回。咁呢個係 function body 入邊嘅第一部分啦。咁假如冇退出條件咧，呢個 function 咧就會不斷執行噶啦。而第二部分咧就係 recursion。咁我哋透過運算得出 n 減一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使用 n 減一 recursively 咁樣 call factorial。冇錯，呢個 function 的而且確喺 body 入邊 call 翻自己。不過由於 call 嘅時候 parameter 有變，所以我哋可以估計，只要透過呢一種方法，終有一日咧，我哋會達到呢個退出嘅條件嘅。function body 最後嗰部分咧，就係將 n 乘翻正話下級返回嘅 value， 亦都即係 n 減一嘅 factorial 啦。完成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呢個 value 咧返回翻上級。咁我就喺 function body 入邊加咗啲 console.log 方便 debug。第一次調用嘅時候咧 ，parameter 係一，咁我哋咧喺呢個時候只能夠叫到第一個 console。咁係因為一 call 嘅時候佢已經符合咗呢個退出條件。所以動用咗第一節之後咧，就立即返回啦。咁我喺第二次 call 嘅時候咧，就輸入咗二為 parameter。呢個時候，首先我哋可以見到第一個 console 就打咗出嚟啦。咁啊代表 function 嘅第一部分執行咗啦。咁 function 入邊第二個 console 亦都被打印出嚟，代表呢一次執行咧就未符合呢個退出條件。咁係因為 n 係等於二。咁計算新嘅 n 減一之後咧，就再次 recursively 調用 factorial， 然後 function 咧又再次編咗呢個第一個 console 出嚟，代表 factorial 第二次被調用。呢個時候 n 等於一，然後就沒有然後啦。咁我哋檢視一下執行嘅結果，一嘅 factorial 結果係一啦，二嘅 factorial 咧係二乘以一，即係二。六嘅 factorial 咧就係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亦都即係720啦。以上就係使用 recursion 嘅 coding 模式。咁題外話啦，如果你想 Google search recursion 嘅時候咧，就會彈出是不是要搜查 recursion 啊嘅字樣。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搜查下到底呢個係咩意思啦。咁以上就係呢條片嘅重點，希望呢條片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啦。下條片咧就會講 closure、import 同埋 file 嘅。多謝收睇。